先把2个日期定在墙上。第一个，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双十节，台北的总统府前会升旗，乐仪队会踢正步，战机会冲场，晚上会有焰火。这是台湾一年里政治浓度最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站在府前的总统要对全世界说话，而海峡对岸会有一整个系统的人，逐字逐句的听，逐字逐句的拆。第二个日期，10月26日，这一天本身很安静，安静到大多数人说不出它是什么日子，但只要往前拨一天，10月25日，1949年的这一天凌晨，金门西北角一个叫古宁头的海滩上，响起了国共内战最后一场大战役的第一声枪响。到2026年，整整77年，把这16天摊开来看，它不是普通的16天。开头那一天，总统府前有全世界的镜头；结尾前一天，金门的海滩上有77年前的弹痕，中间夹住的每一个日子都被3种日程穿过：台北的政治日历、北京的会议日历、美军的航行日历，3本日历叠在同一条窄海上。这就是我们说它是引信的原因。从10月10日到10月26日，16天，一头是政治的火，一头是历史的火，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引信这种东西平常看起来就是一条绳子，安安静静，人畜无害，它的危险从来不在绳子本身，而在两端有没有火源。这一集要讲的就是这16天，这条绳子和它两端的火。因为有2个人，一个在英国，一个在日本，彼此一辈子没有交集，说不同的语言，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却在各自的记录里指向同一片海，台湾海峡。这是这个频道秋季倒数系列的其中一站，方法始终如一，把预言摊开，把日历摊开，2张纸叠在一起，光从哪里透出来，我们就往哪里看。预言负责提出问题，日历负责提供坐标，查证负责把两者定牢。今天这一站坐标特别清楚，因为引信两端的日期，一个写在国家的节日里，一个写在战史的课本里，谁都改不动。照这个频道的老规矩，开始之前先把界限画好。预言是预言，事实是事实。这一集会把两边分开放，分开讲，日期、事件、地名、数字全部可查。预言者说了什么，我们转述，但转述不等于背书，更不等于这个频道认为它会发生，这一点必须先讲清楚。界限画好了，我们才能安心的往下走，走进这条16天的引信里。先讲英国那一位，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英国灵媒，和妻子一起经营通灵事业几十年，写过书，开过课，上过电视。英国有一个悠久的小报传统，每年年底，报纸会找几位知名灵媒，预测下一年的大事，当成跨年的固定节目。帕克就是这个传统里最有名的几张面孔之一。每年年底，他会坐在镜头前，发布下一年的年度预测，一讲就是几十条，从王室讲到战争，从天灾讲到选举。这件事他做了很多年，影片都留在网络上，时间戳改不了，这也正是他可以被检验的地方。他最常被引用的记录是2016年那2发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还有川普的当选。当年主流民调几乎全部看向另一边，博彩公司的赔率也看向另一边。他在事前公开讲了相反的答案，结果2发都中。小报封他做预言家，电视节目排队请他上，从此他的年度预测变成英语预言圈每年年底的固定节目，点阅以100万计，这是他的高光。讲他的人永远先讲这一段，但这个频道讲过很多次，这里要再讲一次。年度预测是散弹枪，一年讲几十条，中几条，错几条，中的被剪成标题，被一转再转，错的沉进海里，没有人打捞。帕克也错过很多名人的动向，选举的结果，战争结束的时间表，他都有讲错的记录，而且这些影片同样留在网络上，谁都可以去对账。所以他的话该怎么听？这个频道的答案是，不要听他准不准，要听他反复讲什么。一个预言者偶尔讲中一件事，可能是运气，但他年复一年回到同一个画面，那个画面至少反映了一件事，他自己最深的不安落在哪里。顺带教一个自我查证的方法，
帕克的年度预测影片每年12月前后上线，全部公开。你可以自己做一件事，把他前一年讲的条目抄下来，1年之后逐条打分，中的打勾，错的打叉，模糊到无法判定的另外归成一堆。做过一次你就会发现，最大的那一堆往往是第3堆，预言的语言天生留着解释的后门。这不是嘲讽，这是理解预言产业运作方式的第一课，也是这个频道对待所有预言的标准姿势。而翻开他近几年的年度预测，有一个画面反复出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海。值得注意的是，他用的字眼，他描述的从来不是登陆战，不是抢滩，不是巷战，他反复讲的是海上的对峙，军舰与军舰在窄海里逼近，封锁式的大型演习，补给线被掐住的岛，一场从擦撞开始的意外。他甚至用过围而不打这一类的说法，用船把一座岛圈起来，演给全世界看。真正的危险不在开战的决心，而在海上某一次擦枪走火，把所有人推到骑虎难下的位置。这是转述，用字经过整理，但方向忠于原意。帕克看到的台海剧本是海上的僵局，不是陆上的战争。这里有一个值得停1秒的细节，海上封锁，围而不打，这个形状不只出现在灵媒的嘴里。近几年，华府的智库兵推、军事期刊的分析，反复推演的正是同一种剧本，不是全面登陆，而是封锁、隔离、检查，用不到开战门槛的方式，把一座岛慢慢勒紧。换句话说，帕克的意向和军事分析圈的沙盘形状高度重叠。你可以有2种读法，一种是他根本就是把新闻和分析读进了潜意识，再用预言的语言讲出来；另一种是连走玄学路线的人和走理性路线的人都看到了同一个形状，2种读法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个形状值得盯。接着必须讲清楚一件事，帕克没有写下10月10日，也没有写下10月26日，这2个日期是日历自己给的。他的语句落在秋天，落在海上，而秋天的日历上刚好钉住2根钉子，一根叫双十，一根叫古宁头。把他的语句摊在这本日历上，16天的引信就这样浮了出来。圈日期的是我们，材料是他的，这是叠图，不是引用。两者的差别，这个频道从来不含糊。然后把地图往东翻，讲日本那一位松原昭子，1946年出生在神户，到2026年80岁。他不自称预言家，他把自己写下的东西叫做事件，被看见的世界。按他自己的说法，有一些他称作不可思议世界的存在，会让他看见一些画面，他只是把看见的原本写下来。早在1980年代，他就出过书，在日本的神秘学圈子小有名气。他的故乡神户在1995年1月17日经历阪神大地震，倒塌的高速公路和燃烧的街区成了日本一整代人的集体记忆。海与地的无常对他从来不是抽象的题目。后来他开了一个部落格，名字朴素，得不像预言者，意思是通往幸福的近道。几十年来，他几乎天天写身体，写日常，写物价，也写那些被看见的画面。多数时候，那些文字安安静静，像一个长辈的日记。让他的名字冲出小圈子的是311。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东日本大地震，规模 9.0， 日本观测史上最大的地震。巨大的海啸扑上东北海岸，浪高在部分地区超过10公尺，死亡与失踪合计18000多人。地震之后，日本网络上开始疯传一件事，被广传的版本是2011年2月中旬，地震发生前不到1个月，他在部落格写下了对日本东北海岸的不安，文字里点到几个地名，其中包括后来几乎被海啸整个抹平的陆前高田。一个部落格作者在灾难之前写下灾区的名字，这个故事让他的部落格流量爆炸，也让事件这2个字从此被整个日本网络放大检视。这里必须平衡的讲，而且要讲足。那篇文章的存档、时间戳、字句，事后在日本网络上被翻来覆去的检验，有人断定为真，有人质疑内容经过事后修改，也有人指出
日本本来就是地震之国，一个天天写部落格的人，累积下来写过的地名成百上千，事后总能从中捞出对得上的那几个，这在统计上叫做事后选样。在预言圈之外，它有一个更日常的名字，叫幸存者偏差。我们无法替任何一方背书，这个频道能说的只有一句：这件事没有定论，但它真实地改变了一件事。从那之后，他笔下写到的每一片海都有人拿着放大镜看。也要替天平的另一端加码，他写过的画面成千上万，没有应验的，无从对证的占绝大多数。老读者都知道，事件的文字像雾，地名是碎的，时间是空的，读者各自拼图拼出来的形状往往比原文清楚得多。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寓言文体的共同结构。模糊是他的生存方式，记住这一点，我们才有资格继续往下读他的海。顺便补一堂背景课，让你知道日本的寓言生态有多热。2025年夏天，一本日本漫画的灾难寓言在整个东亚疯传，书名叫《我所看见的未来》，作者梦见的大灾难被解读成会落在2025年7月5日。结果是香港飞日本的机票需求大跌，部分航空公司真的减了班，旅游业真金白银的受了伤。然后7月5日那一天，日本平静的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件事留下2个教训：第一，预言不需要应验就足以改变现实，机票和保险会先动；第二，日期一旦被定死，预言就会被检验，而被检验的预言大多数过不了关。把这2个教训放在口袋里，我们再回头看松原照子。因为近几年在日本网络的整理与转贴里，他的事件被指反复出现一组意象：窄窄的海，密密麻麻的船影，夜里的灯火，一种紧绷到让人喘不过气的空气。不是太平洋那种一望无际的开阔，而是一条挤满了船的窄海，两岸离得很近，近到灯火隔着水面相望。按这些整理的说法，这组画面在他笔下不是出现一次，而是隔一段时间就回来一次，像一个一直没有解开的结。同样要讲明，这是转述日本读者的整理与解读，原文的每一个字我们无法逐句核对，预言的部分到这里都只是预言。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必须替他讲在前面，松原氏的事件几乎从不给日期，他写画面，写感觉，写地名的碎片，但很少写哪年哪月。所以任何把具体日期定到他意象上的动作，包括这一集把他和10月的日历摆在一起，都是读者做的，不是他做的。这是他的文体，也是他的护城河。没有日期的预言永远不会像那本漫画一样在某个7月5日被当场检验。你可以说这是玄妙，也可以说这是聪明，2种说法我们都摆在桌上。问题来了，日本周边的窄海不止一条，往北有对马海峡，往南冲绳以西就是台湾海峡。而在日本预言圈的讨论串里，多数人的手指最后都停在西南方向。理由很简单，对马海峡的两岸此刻没有对峙的船，而冲绳以西的那条海此刻挤着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军事张力。日本的报纸每隔几天就要写一次台湾有事这4个字。日本读者用新闻常识替意象定位，这个定位动作本身就已经是预言与现实的第一次握手。这个定位还有一个很硬的现实支撑，日本的最西端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约110公里，天气好的时候，岛上看得见台湾的山影。这几年，日本政府一路把雷达与飞弹部队摆上西南诸岛，甚至公开规划过仙岛群岛居民的大规模撤离方案，设想的人数以10万计。也就是说，当日本读者读到窄海与船影的意象时，他们想到的不是遥远的国际新闻，而是自家最西边的海。预言在日本引发的共鸣是有地理坐标的。现在把两边摆在同一张桌上，一个是英国人对着镜头讲英语，走的是通灵预测的路数，受众是小报读者和订阅者；一个是日本人在部落格上写日语，走的是事件的路数，受众是几十年的老读者。就我们能查到的范围，2人没有引用过彼此，没有同台过，甚至未必知道对方的存在。可是把2份记录摊开，坐标重叠的让人不太舒服。窄海、船影、对峙。
而时间的指针都绕着秋天打转。这种重叠有2种解释，2种都要讲。第一种是冷的，预言者也读新闻。台海本来就是这几年全世界新闻密度最高的海域，一个常看新闻的英国人和一个常看新闻的日本人各自写下这片海，统计上一点都不神秘。就像2个气象主播同时讲到台风，不代表他们心电感应，只代表台风真的在那里。第2种是预言圈的讲法，不同的管道接到同一段讯号，彼此印证，讯号越强，接到的人越多，你信哪一种是你的自由。这个频道的工作是把2种解释都摆上桌，然后带你去看这片海此刻真实的样子。因为无论你信哪一种，海是同一片海。顺便把第1种解释讲透一点。认知心理学有一个老名词叫巴纳姆效应，一段够模糊的描述，人人都能从里面读出自己。窄海、船影、紧绷的空气，把这3个词丢给一个香港读者，他可能想到珠江口；丢给一个波斯湾的读者，他会想到荷默兹海峡。预言的文字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读者自己心里最担心的那片海。台湾的读者在里面看见台湾海峡，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我们此刻的集体心境。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约130公里，平均水深约60公尺，是一条又窄又浅的水道。但就是这条水道扛着全球贸易的大动脉。2022年有统计指出，全世界将近1半的货柜船队1年之内都会从这里经过。半导体、能源、原物料，东亚的血液在这里流。日本的邮轮、韩国的货轮、欧洲的货柜船天天在这条海上排队。也因此，这片海从来不只是台湾的海，它是日本的生命线，是韩国的生命线，也是全球供应链的咽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读者对海峡2个字这么敏感。台湾有事，第一个感到呼吸困难的邻居就是日本。预言者指向这里，也许是天机，但地缘政治学者指向这里，用的是地图和贸易数据，2根手指指着同一个点。还有一个数字让这片海的分量再加一层，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产能90%以上集中在台湾，手机、汽车、资料中心、飞弹导引全都吃这口饭。所以每一次台海紧张，全球科技业都跟着屏息。这片海如果真的堵住，断的不只是台湾的补给线，是整个数位世界的生产线。这也是为什么伦敦的灵媒也好，东京的事件者也好，华府的兵推也好，写到大变动的时候，绕来绕去都会绕到这里。这里是21世纪的咽喉。好，预言讲完了，现在换另一边，把16天的引信拆开来看，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以下讲的每一件事都有据可查。先看10月10日这一头，双十节的源头是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隔年中华民国成立。对台北，这是国庆；对北京，这个节日本身就是一道敏感的题目。承认它，等于承认海峡对岸那个政治实体的存在。每年的国庆演说，总统讲什么，用什么词，提不提主权，怎么称呼对岸，北京的对台系统会逐句拆解，然后决定回应的力道。近几年几份国庆演说里出现的关键字眼，每一次都引来北京的强烈反弹。演说是文字，回应经常是飞机和船。而且别忘了，10月本来就是骑海的月份，10月1日是北京的国庆，10月10日是台北的双十。同一个月，海峡两边各升一次旗，各讲一次话，各自对内宣示一次正当性。而2场国庆只隔9天，对北京来说，自家国庆刚过，对岸就升起另一面旗，讲起另一套国家叙事，这本身就是刺激。对台北来说，双十演说是1年1度不能回避的表态时刻，讲轻了对内交代不了，讲重了对岸就有了动作的借口，中间的空气年年都是绷紧的。再把镜头拉远一点看，10月对北京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的月份。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宣告见证。同一个月的月底，古宁头一役受挫，开国与魏晋从第一个10月起就写在同一页上。而中共的党代表大会也偏爱这个月份。2017年10月18日19大开幕，2022年10月16日20大开幕，
权力的大旗一次又一次落子在10月，所以当预言圈把手指压在10月上的时候，别忘了北京自己的手指也常年压在这个月上。这不是猜测，是近年的行事历，我们一笔一比对。2021年10月1日到4日，中共国庆连假那几天，共计149架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角，4天149架次，当时创下纪录。2024年5月20日，新总统就职，3天后，东部战区发动联合利剑 2024A 围台军演。同年10月10日，国庆演说讲完，北京点名批评。10月14日，联合利剑 2024B 开打，距离演说只隔4天，单日侦获的共击数量再创当时新高。看到规律了吗？演说、批评、军演间隔以天计，10月上旬到中旬本来就是军事回应的高风险时段，这是查得到的记录，不是任何人的臆想。再往前翻一页，翻到1996年，看看这片海最接近火线的一次。1995年6月，台湾的总统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北京震怒。7月，解放军在台湾北方海域试射飞弹。隔年3月，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投票前夕，3月8日，飞弹落在基隆和高雄的外海，等于在台湾2大港口的门口各放了一枪。美国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前往西太平洋，那是越战之后美军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兵力展示。最后3月23日，投票照常举行，危机落幕。这段历史留下一个模板，北京用军事动作回应他认定的政治挑衅，而回应的时间点永远掐着台湾的政治日历。10月的双10，正是这本日历上1年1度的粗体字。再看引信的中段，北京自己的日程，按近10几年的惯例，中共中央的秋季全会多半落在10月下旬到11月初，开4天，闭门，会后一纸公报。就拿2025年来说，4中全会开在10月20日到23日，正好落在这个区间。上一集讲过，这场会决定权力桌上谁留谁走，而全会前的几个星期，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对内要稳，对外要硬。内部政治越敏感，对外的姿态越不能软，因为任何一点对外的退让，都可能变成内部对手手里的子弹。如果2026年的秋季全会照惯例落在10月下旬，那么10月中旬双10演说之后，全会开幕之前，刚好落在这个对外要硬的窗口正中央。全会还有一个跟台海直接相关的看点，公报里的对台段落。往年的公报对台的部分多半是几句固定的套话，字数不多，位置靠后。研究者的读法是倒着看，套话照旧，代表政策惯性。哪一年字数变多，出现新词，位置前移，那就是政策要动的讯号。2026年这一份公报会在引信烧完之后不久发布，它是这16天的下一页，也是秋决窗口的第1页。然后是第3股力量，美军第7舰队的军舰大约每个月通过台湾海峡一次，这是例行的自由航行行动，行之有年。美方每次都发新闻稿，北京每次都抗议，像一套固定的仪式。也就是说，10月的窄海上本来就大概率会有一艘美国军舰按表操课地从这条水道开过去。过去这种通过有一道默契的护栏叫海峡中线，但2022年8月之后，共机共舰常态化越过中线，那条看不见的线实质上已经被抹掉了，护栏拆了，例行航行还在继续，双方的舰机在更小的海面上交错，船与船的距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近，而距离越近，误判需要的时间就越短。最后看10月25日那一头，把时间倒回1949年，那年10月，国共内战大势已定，解放军一路南下，10月17日拿下厦门，下一个目标就是一海之隔的金门。10月24日深夜到25日凌晨，近万名解放军士兵搭住征来的渔船和机帆船，趁夜渡海，在金门西北角的古宁头一带抢滩。但剧本从一开始就出了错，潮水退去，船只搁浅在滩头，被守军的炮火和战车逐一击毁。第二波援军运不上来，登陆部队被困在海滩与村落之间，战斗打了3天，火光烧红了古宁头的夜空。
最后登陆部队被歼灭或俘虏，几乎没有人回得去。这是共军在内战中第一次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挫败，史称古宁头战役。补几笔细节，让这场仗立体一点。当时金门的守军刚刚换防增援，兵力比登陆方预估的多出一大截。滩头附近，守军的战车部队正巧在海岸边训练，成了第一时间反击的铁拳。那批战车后来被称作金门之熊，而登陆方的船是临时征来的渔船和机帆船。原本的算盘是一趟送完，回航再载第二波，偏偏碰上退潮，船底卡死在沙滩上。天亮之后，被守军的炮火一艘一艘点名。渡海作战最残酷的算术在这里，制海权不在手上，海就不是通道，是墙。被俘的士兵数以千计，古宁头的村落里至今留着当年的弹痕。这一仗后来被两岸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记住。对台北，它是以海为壕的证明，再窄的海也是海。渡海作战的难度足以让一支横扫大陆的军队在滩头折戟。对北京，它是未竟之业的起点，也是一堂反复研读的课。课的名字叫制海权、制空权、后勤与潮汐。有军事研究者指出，正因为古宁头和其后的教训，现代解放军对台剧本的重心越来越不是重演抢滩，而是先用封锁与隔离把海掐住。你看，绕了77年，又绕回帕克讲的那个形状，围而不打。历史的教训和预言的意象在同一片海上打了一个结。9年之后，1958年8月23日，炮弹再次落在金门，密集轰击持续了44天，几十万发炮弹砸在这座小岛上，金门还是没有一手。而金门离对岸的厦门最近的地方不到10公里，天气好的时候，对岸的高楼肉眼可见，晚上看得到彼此的灯火，像不像某个日本部落格里那个灯火隔水相望的画面？这句话是我们的联想，不是它的原文，讲明白。总之，每年10月25日，纪念的仪式、政治的语言、历史的旧账，都会在金门被重新翻开。10月26日，就是这一切的隔日。所以，这条引信的形状是10月10日政治的火，中间北京闭门会议的倒数与美军的例行航行交错。10月25日历史的火，10月26日引信烧完的隔日。顺带一提，从10月10日到10月26日16天，和上一集讲过的8月12日日食到8月28日月食一模一样的长度。巧合就只是巧合，这一点必须讲清楚。日历不会因为两段间隔同样长就把它们变成同一件事，但在预言圈的语境里，同样的数字重复出现，从来不会被当成巧合，只会被当成记号。仪表摆好了，开始推演。3种情境，从最响的讲起。情境1，军演升级。这个情境有现成的模板。2022年8月，南希·裴洛西访台之后，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域划出6个演习区，把台湾围在中间，发射11枚弹道飞弹，其中5枚落进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航班大量取消改道，航运绕路，东亚的天空和海面乱了好几天。事后回看，那次的演习区配置本身就像一场封锁的预演。2024年联合利剑系列又把剧本升级了2次。如果2026年的双十演说里出现北京认定的越线字眼，剧本是现成的，一个新的演习代号，演习区更贴近海岸，时间拉得更长，然后加上一个过去只演过局部的科目，封锁与登临检查。情境1还有一个更阴的变体，智库圈叫它隔离，不用军舰，用海警，以检疫、执法、缉私之类的名义，宣布对开往台湾的船舶实施检查，不宣战，不封锁，每一个动作都披着行政的外衣，但效果是一样的。船东会犹豫，保险会涨价，航商会绕路，而台湾的软肋清清楚楚，能源、天然气的安全存量以10来天计，煤炭大约1个多月，一旦海运被掐，倒数计时立刻开始。这也是为什么近年华府兵推反复演这一型，它便宜，好收手，难反制，而且每一步都停在战争门槛之下。帕克那句围而不打，落到现实里最可能长这个样子。如果情境1真的启动，前48小时的顺序
大概率会照着近年的剧本走。演说当天晚上，官媒定调，措辞的火力决定后面的规模。隔天，对台系统的例行记者会把批评升级成警告，紧接着海事部门的航行警告和禁航区公告贴出来。这一步是分水岭，因为他开始动到真金白银。然后东部战区的发言人露面，演习代号公布，军演开始。从演说到开演，2024年那一轮只用了4天。把这串顺序背下来，这16天里，你看新闻就不会被单一画面带着走，你会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第几步。这个情境真正的危险不在演习本身，而在窄海里的距离。演习一升级，海上同时挤着共军的舰、台湾的舰，可能还有例行通过的美舰，加上民间的商船、渔船，每一艘船都按自己的规则移动，而规则与规则之间的缝隙就是意外的空间。1996年，海上还有退一步的余地，各方都退了，危机落幕。今天的海峡，中线没了，军机军舰贴着走，拦截的距离以100公尺计，退一步的余地比1996年小得多。帕克讲的那种从擦撞开始的意外，指的就是这种缝隙。没有人想开战，但海不够宽，时间不够长，一个转舵慢了半拍，历史就换了一条轨道。还有一个2022年留下的教训，叫棘轮效应。演习会结束，但演习期间建立的新常态不会跟着结束。那一轮军演之后，共机越过海峡中线，从特例变成日常，共舰在台湾周边的存在密度上了一个台阶，再也没有降回去。所以看情境一别，只看它演几天，要看它结束之后留下了什么。留下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被改变的现状。引信烧完，火药未必爆炸，但绳子烧短了就是烧短了。情境2，灰色地带，不军演，不上头条，改用不开一枪的挤压。这条路其实已经走了几年，而且越走越熟。2024年2月，金门海域一艘越界快艇在海巡追击过程中翻覆，船上有人罹难。事件之后，中国海警宣布在金门周边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公开否认两岸之间存在禁止、限制水域，用一场意外改写了一片海的规则。再看马祖，2023年2月，连接马祖的2条海底电缆在几天之内先后中断，马祖对外的网络瘫痪，靠微波备援苦撑，前后熬了超过1个月，肇事船只的责任最后不了了之。拦查渔船、抽沙船群聚，无人机绕岛，电缆莫名其妙断掉，每一件事单独看都够不上战争，都有借口，都可以说是意外，加起来看却在一寸一寸地改变海上的现状。站在台湾这一边，第一线扛住这些挤压的是海巡的白船。灰色地带的残酷在于回应的两难，对方登检你的渔船，你拦不拦？拦，冲突的画面隔天就是对岸的宣传材料；不拦，管辖权就在沉默中被让渡1寸。这种每天都要做的小决定不会上国际头条，但它们累积起来就是这片海的实际边界。10月这16天，这种小决定的密度值得放大看。如果引信这16天走的是这条路，新闻版面上不会有飞弹，只会有一连串的小事：一艘被拦的渔船，一段断掉的缆线，一架绕岛的无人机，一纸新的执法公告。而预言的对照也在这里，对峙不一定是军舰对军舰的剑拔弩张，也可以是海巡对海警、白船对白船的长期僵持。船影密布的窄海未必伴随炮声，温水煮蛙的海也是一种海上对峙，而且是更难拍成新闻画面，更难动员国际关注，也更难找到退场台阶的一种。真要对照松原赵子笔下那种紧绷而安静的海，这个情境反而比飞弹横飞的情境更像。情境3，平静度过，这是统计上最可能的情境，必须老实讲，而且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讲。过去77年，绝大多数的10月都平静无事，紧张是常态，爆点是例外，这是这片海的基本费率。2025年的双10也在演说与对岸的批评声明中过去了，没有军演，理由也摆在明面上。北京的秋季全会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内部大事当前，对外声势的成本很高。华盛顿那边
2026年11月3日就是期中选举，白宫同样不想在投票前夕多出一场海上危机，而台北的演说历来也会在表态与克制之间拿捏，三方都有踩刹车的诱因，引信的两头都是火，不代表中间一定会烧起来。这里还要多讲一层，年年喊狼来了，本身也是一种风险。台海危机的预测，每年都有人喊，喊久了，市场麻木，观众疲劳，等到指标真的动起来的那一天，反而没有人抬头。所以这个频道宁可把话讲得笨一点，我们不预测这16天会出事，我们只说这16天的结构值得盯。结构指的是那些可查证的日程与惯例的叠加，而不是任何人的灵感。把预期管理好，才有资格谈观察。还要补一句，3种情境不是单选题，现实往往是混搭。一场中等规模的演习，配上几桩灰色地带的小动作，再配上大部分时间的平静，引信的烧法也未必是从头烧到尾，它可以稍稍停停。火星落在10月中的某一天，又在全会开幕前熄掉。推演的目的不是猜中剧本，是让每一种剧本真的出现的时候，你都见过它的样子，不至于第一眼就乱了阵脚。但如果这16天真的平静过去，请注意接下来会发生的事。预言圈会说，引信没有熄，只是往后挪了，而这正是这个频道要陪你看清楚的地方。一个永远可以往后挪的预言，是无法被否证的预言，讲中了是神准，没中是延期。这种结构在逻辑上立于不败之地，也因此在证据上轻如鸿毛。那本7月5日的漫画至少敢盯日期，盯了被检验了，没过关。不盯日期的预言，连被检验的机会都不给你。把这句话讲在前面，10月27日的早上，无论海上发生了什么，或者什么都没发生，你手上都有一把自己的尺。那么这16天，普通人到底该看什么？不用猜，看3个仪表。第一个仪表，军演的规模与命名，有没有新代号，演习区划几块，离海岸线多近，有没有实弹射击，有没有演练登临检查，每一项都是公开资讯。台湾的国防部每天早上发布过去24小时的共机共建动态，架次和航迹图都查得到，等于一个免费的仪表板。还有一个比新闻更快的讯号，航行警告。军演之前，禁航区的公告永远比官方媒体的新闻稿早几个小时出现，因为渔船和货轮需要提前改道。哪一天看到大范围多区块的禁航公告同时贴出来，就是仪表的指针动了。第二个仪表，民航，航空公司是用钱投票的，他们的风险评估部门比任何名嘴都诚实。2022年8月那一轮演习区一公布，航班的取消与改道已百计，部分国际航线绕开整个台湾周边的空域，绕行的航路把飞行时间拉长，燃油成本跟着跳。所以这16天，如果看到航空公司发布台海周边的绕行公告，看到航路被关闭，班机时刻大面积调整，那代表业界拿到的风险评估已经升高了。反过来，航班照飞，时刻表安安静静，那就是最好的太平讯号，比任何专家的安抚都可信。民航仪表还有一个延伸读数，各国的旅游警示与侨民提醒。大使馆的风险评估用的是外交和情报系统的内部讯息，他们调整警示层级的时机往往比公开新闻早。层级没动是好消息，哪一天几个主要国家同步调整对台海周边的旅游建议，那个同步的动作本身就是情报。第3个仪表，藏在航运和保险的报价单里，战争险费率。船东和保险公司不看预言，只看精算。乌克兰战争爆发后，黑海航线的冰险费率在几天之内翻了几倍，市场重新定价的速度永远比外交声明快。台海这边，2022年8月军演期间，就有国际保险业者重新检视台海航线的冰险条款，附加费的讨论开始浮上台面。如果这16天里行经台海的船舶被加收，战争险附加费费率明显跳升，或者大型航商宣布绕开海峡，改走台湾东部外海，那就是市场用真金白银投下的票。这是报价单上的数字，不是任何人的预感。还有一支老派的温度计，官媒的措辞，中共的对外警告，有一套层级分明的词库，从严重关切、坚决反对一路往上叠。金字塔的顶端是一句很少动用的老话，
勿谓言之不预。历史上这句话几次出现在官方喉舌上，后面都跟着大动作。1962年对印度的边境作战之前，1979年对越南的作战之前，都有他的身影。这16天里，如果对台系统的声明只是例行的强烈抗议，那是背景噪音。哪一天词库往上翻了层级，那才是需要坐直的时刻。措辞是免费的公开情报，前提是你得知道它的刻度。行有余力，还可以加看2个小表，一个是金融市场，台币的汇率，台股的外资动向，紧张升温的时候，避险的钱永远先跑。另一个是船舶追踪网站上的 AIS 讯号，液化天然气船有没有照常进港，货柜船有没有集体改道，打开地图就看得到。3个大仪表加2个小表，一个看军方，一个看天空，一个看海上的钱，再加上汇市和船纪。预言可以各说各话，仪表不会。如果你熟金融，还有更灵敏的针。亚洲线的货柜运价指数每周更新，航线一绕道，数字立刻说话。台股里的航运股和保险股对海上的风吹草动反应以小时计，钱的世界没有立场，只有定价。预言圈可以吵成一团，市场只会给你一个数字，情绪交给别人，仪表留给自己。这是这个频道能教的最实用的一课。收尾之前，替台湾的观众把心态摆正，看仪表不是要你焦虑，是要你把焦虑换成坐标。过去77年，这片海边上的人照样上班、上学、办桌、看焰火，紧张是背景音，日子是主旋律。真正的分别在于，有人被每一则快讯吓一跳，有人知道该看哪几个数字。这一集给你的就是那几个数字的位置。10月的海风吹起来的时候，你可以跟别人一样看热闹，也可以多看一层门道。这一层门道不用通灵，人人可学。最后把桌面收拢，把这16天的股价再走一遍。10月10日，双十演说，北京逐句拆解，对照2024年的记录，回应窗口以天际。10月中旬，全会前对外要应的惯性区间，每件的例行航行随时可能穿插其中。10月20日前后，若照近年惯例，北京的闭门会议进入倒数。10月25日，古宁头77周年，历史的旧账摊开在金门的海滩上。10月26日，引信烧到尽头。可查证的一侧是这些日程与惯例的叠加，预言的一侧是一个英国灵媒年复一年描绘的海上对峙，和一个日本事件者笔下反复回来的宅海与船影，2条毫无交集的线压在同一片海上，两侧之间是那几个谁都能看的仪表。而无论这16天怎么度过，日历翻过10月26日，前方就是上一集讲过的秋决窗口，北京的全会与11月3日的美国期中选举在深秋交汇。引信的尽头不一定是爆炸，有时候只是下一条引信的开头。10月10日晚上，焰火会照亮台北的天空，焰火落下之后，天空归于安静，而海还醒着。这16天真正值得多看一眼的是海的方向。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传奇的气场大师，以及他对中国政局做出的惊人预言。据说这位大师能够看穿人体周围无形的能量场，比医院的 X 光还要灵验。他年仅4岁时就曾断言生死，精准预言了一桩死亡事件，震惊了所有认识他的人。而如今70岁的他，首度公开透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气场，并且断言习近平将在10个月内被推翻。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预知能力从何而来？中共的国运又是否真的如他所言走到尽头了呢？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离奇而发人深省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气场。气场也有人称之为人体光环或能量场，指的是生命体周围散发出的能量。许多人或许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在超自然领域和一些前沿科学中，气场一直是颇受关注的现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就曾用克里安照相法拍摄到生物体周围的能量光环，而现代也有科学家研发所谓气场相机，声称能捕捉人体七彩光晕。尽管主流医学对此尚无定论，但不少灵修者和敏感体质的人坚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气场，
而且这气场会随着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情绪和命运起伏而改变。简单来说，气场就像是一个人内在状态的隐形投影。对于练气功或有天眼通的人而言，他们仿佛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透过气场的变化窥见常人难以察觉的真相。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正是一位能看见气场的奇人，她是一名女性预言家，许多人尊称她为世界顶级气场预言家。今年70岁高龄，她的能力究竟有多神？据传，她从儿时就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在她4岁那年，家乡曾发生过一件令四邻哗然的事。有天，小女孩也就是这位大师幼年时，盯着邻居老爷爷看了许久，突然跑去告诉大人说，爷爷身上黑气缭绕，他快要死了。家人听罢大惊失色，赶紧斥责他不许乱讲话。毕竟一个4岁小孩口出此言，既不礼貌也让人心里发毛。然而令人脊背发凉的是，不到3天，那位邻居老爷爷真的去世了，死因是慢性病猝发。这件事让小女孩的家人开始意识到，她似乎真的能够预感一个人生命能量的消散。要知道，4岁的孩子不可能懂生老病死的道理，更谈不上什么巧合蒙对。从此之后，家人对她的管教格外小心，也渐渐留意到她身上的异人特质。随着年龄增长，这位大师的气场感知能力变得愈发精准灵敏。他发现每当有人生病或情绪低落时，整个人体周围的光环颜色和亮度都会改变。健康快乐的人气场通常明亮且色彩温暖，而罹患重病或行将离世的人气场则往往暗淡甚至断裂。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远房亲戚拜访，外表看起来他红光满面，非常健康。但这位当时还是少年的预言家却皱起眉头说，你的气场里有团阴影集中在胸口。大人们起初不以为意，觉得孩子可能只是胡言乱语。然而那位亲戚受此提醒，回去后还是去了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肺部正长着一个早期肿瘤，所幸及时手术切除了，才避免癌症进一步恶化。这件事传开后，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不瞠目结舌，啧啧称奇。一个人的肉眼怎可能比 X 光片还厉害，提前看出身体里的病变呢？但事实胜于雄辩，他的确透过气场变化发现了医疗仪器尚未检出的隐患，因此他渐渐赢得透视眼的美誉。许多人开始主动找他帮忙看看气场，希望得知自己身体有无暗疾或者运势吉凶。这位大师也因此踏上了灵媒与预言家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国家其实也有不少和他相似的通灵人，例如英国有位知名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据说也曾准确预测多起国际大事。美国有的灵能人士则能凭照片读出人物周遭的能量颜色。然而我们这位气场大师因自幼展露天赋，又精通东西方神秘学，被一些圈内人尊称为世界灵媒 TOP 5之一。他除了能读取健康讯息，对于重大未来事件亦有惊人的预知能力。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他就一反主流舆论，断言川普会当选总统，结果果然应验。此外，他还曾在疫情爆发前隐约感知到全球将有一场黑色阴影笼罩，事后被解读为新冠瘟疫。这些记录使得许多人对他的警示不可小觑。当然，怀疑论者依旧存在，认为种种预言可能只是碰巧。但就像这位大师本人幽默回答的，巧合若一直发生，那就不再是巧合。如此一位既低调又神秘的气场预言家，过去多年一直专注于为个人解读能量，传授身心灵课程，很少对政治话题发表意见。然而最近发生的某些事情，让他毅然决定打破沉默，把目光投向世界上最复杂敏感的领域之一——中国政局。他首次公开声称自己透视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气场，并且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这消息一出，可以说在关注灵异预言圈的人当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那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习近平的气场究竟有何异样，让这位大师预言他撑不过未来10个月呢？根据这位气场大师的描述，习近平的气场如今呈现出一种极度不稳定、晦暗的状态。他形容道，以往他远远透过电视荧幕看中共高层时，习近平身周的能量场还算强劲，毕竟身居高位者常带有一种权力光环，在气场上表现为偏金黄色的亮光，象征权威和掌控力。然而最近1年来，特别是今年两会前后，
他观察到习的气场颜色发生了巨变，原本明亮的光芒暗淡下来，金色光环中渗入了大量灰黑色。更惊人的是，他看到习近平头顶原本凝聚的能量正在四散，就好像一顶皇冠出现了裂缝，里面的光辉正一缕缕地漏掉。这种景象在他看来是极为不祥的预兆，意味着这个人的气数正在走向衰竭。用中国古代的说法，就是一个王朝的龙脉出了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气数将尽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朝代或统治者的运势快走到终点时，天象和人事上都会出现种种异象。历史上每当朝代末年，常有天灾人祸、怪事频发，被视为天意，在警示世人。这位大师虽然是从气场能量的角度感知，但结论却和古人惊人的相似。他认为习近平个人的能量场已经彻底乱了套，甚至牵动整个中华大地的气场陷入动荡。用他的原话说，就是我看到他身后那条红色的巨龙正在迅速褪色崩解。这番话耐人寻味。红色巨龙一般被解读为中共政权背后的象征性力量。如果巨龙崩解，是否意味着中共失去其精神支柱和所谓天命呢？大师解释，他所说的红龙并非真有一条龙，而是一种灵界的能量象征。多年来，中共政权仰赖一股极强的负能量支撑着，那负能量仿佛吸食人民的恐惧与血汗而壮大，形成它独特的气场。但现在，他惊讶地看到那股红色的邪恶能量正在瓦解，中共的整体气场出现了难以修复的破绽。如果仅仅是气场暗淡，也许还只能说明习本人状态不佳。然而这位预言家进一步指出了一个时间点，我看到他的气场烧得很厉害，但烧的是最后的回光返照，最多再维持10个月。换言之，他预测习近平在未来10个月内气场将彻底崩溃，对应到现实层面，就极可能体现为他丢失权位，甚至出现生命健康方面的重大变故。因为一个人如果气场全失，不是身败名裂，就是身体垮掉，没有第三种可能。这个论断无疑相当惊悚，距离现在10个月，也就是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时间，中共政权会突然生变，习近平会被推翻下台。要知道，尽管近年来中国内部经济下滑，官场斗争加剧，但习近平在20大上刚刚成功连任，中共表面上依然铁板一块。这样一个集权统治者，真的会在短短不到1年的将来被赶下台吗？听起来匪夷所思，许多人一时无法相信。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广一点，就会发现各种不寻常的征兆其实正在累积。气场大师强调，他并非凭空下此结论，而是观察到最近中国高层和整个国家的气场都在急剧变化，宛如暴风雨前的乱流。他提到一件具体的异象，今年夏天，北京出现了一场100年罕见的暴雨，倾盆大雨导致紫禁城罕有的出现积水汪洋。要知道，号称95之尊、龙脉所在的紫禁城，过去几百年都很少淹水，民间甚至有天子脚下风调雨顺的说法。然而那场狂风暴雨硬是把紫禁城淹了个透，雨水泼进太和殿，导致宫墙渗水，院落积水成河。这位大师解读道，这场暴雨仿佛在象征天意对洪朝的不满，掀开了皇权的面纱。紫禁城600年不水淹，如今大水漫过龙庭，难道不是对当今执政者的一种警示吗？巧的是，就在暴雨发生的同时，习近平气场中的黄色光芒也在那段时间开始剧烈闪烁不定。大师打比方说，那感觉就像老天在朝他当头泼了一盆水，浇熄了他气场中残存的光。听上去有些玄妙，但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最忌讳的就是这类天象异常。秦始皇末年陨石坠地，刻字预言亡秦；明朝崇祯年间日月无光，大旱蝗灾，莫不与政权更迭巧合相应。习近平自比明太祖朱元璋，喜欢搞个人崇拜，那么老天爷是否要用一场水淹紫禁城来点醒他呢？除了天灾，今年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令人玩味的苗头。举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中国每年一度的重要政治会议两会期间，网络上忽然爆红一句戏谑的话，多亏了你爹。事情源于一段会议视频，某代表发言时说漏嘴，提到一句我们能有今天，多亏了。本想说多亏了党的领导，却因口误变成多亏了你爹。此话一出，全场愕然，
虽然事后官方极力封锁影片，但民间早已疯传开来。多亏了你爹很快变成讽刺时局的流行语，字面上像是感谢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实际上是一语双关，嘲笑现任最高领导不过是托付因上位，自己能力配不上地位。这句戏言戳破了权力者的皇帝新衣，透露出民间积压的巨大不满和嘲讽。气场大师特别提到这个网络梗，认为这反映在集体潜意识上，就是全国人民对习气场的投票。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对领袖失去敬畏，公开调侃时，领袖的能量场便失去了群众的支撑。气以众人念力而聚，亦可因众人离心而散。中共营造了10年的个人崇拜，如今居然自动滑稽反转，这股舆论暗潮让他更加笃定习的气场将撑不住多久。现在我们不妨将时间线拉长，看看未来10个月内可能发生什么。10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大约就是到今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左右。在这段期间，如果这位预言家的感应正确，中南海高层将出现重大变局，那么习近平可能以何种方式下台呢？气场大师并没有直接指明细节，但他暗示，我看到他不是自然退场，更像是被迫离局。被迫离局意味着内部政变或权斗失势，有可能是党内反对派酝酿已久，趁经济民生困境引发民怨之际发难，把他赶下台；也可能是他身边最信任的亲信突然反水，来个宫廷政变，甚至不排除他身体出大问题，被借机架空权力的剧本。大师特别提及习近平气场中有一丝隐隐的红色杀气，让他直觉联想到军方，因为在他观察很多政要时，当气场里混入大量血色时，往往意味着有武力介入、兵戎相见的危险。这是否预示着解放军内部有人将采取行动？联想到不久前中共防长李尚福、火箭军高层接连神秘消失，被外界猜测是政变未遂或高层清洗，种种迹象难免令人联想。大师的预言虽非军事情报，但能量层面的感应和现实政治蛛丝马迹竟惊人契合。如果习真的被推翻，背后最大的力量莫过于掌兵权者，而他近年大力清洗军队高层，提拔自己人，却仍然惶惶不安。或许正是因为他自己也隐约感受到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吧。谈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万一习近平垮台了，中共政权会怎样？中国将迎来什么局面？气场大师在预言习下台的同时，对中共整体的未来也给出了一些惊人的见解。他表示，他看到的不只是习一人的气场，而是整个中共体制仿佛被一层黑雾笼罩。那层黑雾曾经厚重无比，把14亿人困在其中。然而现在黑雾正在迅速的消散变薄，露出了其中破败不堪的景象。这番描述让人想到中国民间常说的邪不胜正，天灭中共。在他眼中，中共的国运，也就是这个政权的生命能量，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像一台运转70多年的老机器，零件生锈脱落，动力系统崩溃，终于快要彻底熄火。他甚至用了一个词，寿终正寝。一个政权的终结或许对应着某种新生的开始，但在这终结时刻，难免会有巨大悲剧和震荡。大师强调，他在中共气场中看到许多惊恐的面孔和动乱的场景，人们奔走呼喊，红旗倒下，大地震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经历一段混乱动荡？他没有明说更多，只提醒说，黑暗过后有黎明，但必先穿越黑暗。这句话透露的信息令人既紧张又期待。事实上，不只是这位气场大师，近来世界各地多位灵异预言者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中国，预感到这个古老文明将迎来巨变。前面提到的英国灵媒帕克先生就曾公开表示，他在灵视中看见中国地图上空烟雾弥漫，预示那里将出现巨大动荡和政权变更助词。帕克的预言曾在国际媒体上引发讨论。另外，泰国有位著名的女预言家被尊称为普莱神婆，今年也惊人的预言说，2026年将有4个国家面临灭顶之灾，其中之一就包括中国。他提醒世人在2026年最好避开某些地区，因伪将有严重的灾难和战乱发生。虽然他没有明说是什么形式的灾祸，但许多人联想到可能与政局动荡或军事冲突有关。而在华人圈，一些传统命理师和风水师也释放出类似的警讯。
今年台湾有位紫微斗数大师周应君就在节目上断言，2026年是生死大关口，他以4字概括台湾未来国运，同时暗示两岸局势将有重大转折。在节目新闻哇哇哇上发表的见解已在网络疯传。当然，预言毕竟不是现实，但这许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先知们口径罕见的趋于一致，不能不让人心中发毛。或许还有巧合，从中国传统的生肖和历法看，2026年是农历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火马年。火马年在东亚民间被视为不吉之年，尤其是女孩若生于火马年，被认为命带克星。当然这是一种迷信说法，但有趣的是，历史上的确每逢丙午年，世界或中国都出现过大事件。上一次丙午年是1966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整个社会坠入10年浩劫的黑暗中。再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清朝风雨飘摇，各地革命风潮暗涌。虽然清廷撑到了1911年才灭亡，但1906年前后已是帝国末日的前奏。而再往前推60年，1846年前后，正值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下屈辱条约不久，天下义愤，民怨沸腾，也可算是清朝国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每隔60年一循环，火马一到，巨变频仍。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丙午年，会不会又将见证历史重演的戏码呢？气场大师的10月预言，时间上恰好落在2026年中之前，令人不得不联想到这些传统上的说法。古人云：天意昭昭，周而复始，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当然，作为听众的我们，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预言，难免半信半疑。这位气场大师真的能看到未来吗？还是说这一切仅仅是巧合与主观判断？在科学理性时代，我们应当保持适度的怀疑。但回顾历史，大到王朝兴亡，小到个人臣服，往往在事发之前都出现过一些异象和敏感人士的预见，只是很多时候人们当下不愿相信，事后再来感叹早有预兆。举例而言，前苏联解体前夕，就有苏联气象专家公开预测过红色帝国即将分崩，结果数年后成真。二战期间，也曾有据说通灵的人预言希特勒末日将近，他们声称看到元首身后的黑影挥刀，不久盟军反攻胜利，纳粹覆亡。这些故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在那个时代都真实存在过。或许人类的确有某种未解之谜的能力，可以透过看似无形的气捕捉到命运的走向。中国传统的易经讲物极必反，阴极阳生，当一股力量强盛到极点，往往会转向自己的反面。习近平和中共过去10年看似如日中天，其实内部早埋下无数危机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量变引发质变，再稳固的权力高塔也会土崩瓦解。那么如果预言真的成真，习近平在未来10个月内垮台，中华大地将迎来怎样的新篇章？这恐怕是13亿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关心的问题。气场大师没有给出具体细节，但他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黎明之前最黑暗。他说他在中国的气场上已经依稀看见一丝未来的晨光，那是一种久违的祥和颜色，带着希望和重生。然而在那曙光到来之前，黑夜似乎还将加深。在黑夜中，人们可能会经历恐惧和阵痛，但这是走向新生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政权倒台，中国难免经历一段阵痛期，也许是政权更替的混乱，也许是社会重组的震荡。然而他相信，中华文化5000年自有其韧性和底蕴，只要中国人民内心不灭善念，那抹曙光终将引领大家走出黑夜。展望未来，我们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同时也要有心理准备。一旦预言应验，我们将见证历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对于统治了中国大陆70多年的红色政权来说，10个月或许转瞬即逝，但也足够发生很多事情。也许某一天，新闻头条会突然宣布北京政权更迭的消息，全世界为之震撼。也可能在更隐秘的权斗中，习近平被迫交权，由另一股势力接掌中共。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暗流涌动，我们无从确知具体剧本，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未来正在加速向我们奔来。最后，不论您是否相信这位气场大师的预言，
他提出的警讯至少值得我们去思考，当今的中国到底是不是走到了需要转折的关口？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难道真与玄妙莫测的气场相关联？或者说，气场崩解其实正是一种隐喻，隐喻着民心的离散，国运的衰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时会在某个节点突然转向，或许2026年就是这样的节点。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正如那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中共政权的确如大师所言，戕害太多，生机耗尽，那么命运之手自会在适当时刻将它翻页，而新的篇章将由14亿中国人民共同书写。希望到那时，迎接中国的将是一个更美好的明天。黎明前的黑暗虽然令人胆颤，但只要心存希望，光明总会到来。我们也期待着，当预言成为现实的那一刻，能看到苦难之后的曙光，照亮古老的东方大地。中共近年来疯狂建造的那些诡异两栖驳船，到底是不是入侵的前兆？而更离奇的是，从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到英国的末日预言家帕克，再到印度的古老纳迪叶，再到印度神童阿南德，几乎所有知名通灵师和预言者都在指向同一件事情，但结局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转，让所有悲观预言瞬间翻盘。台湾究竟安不安全？今天我们就从头到尾把整件事情摊开来，好好说个清楚。2025年1月，国际知名军事网站海军新闻率先曝光了一组让全世界军事分析家都坐不住的卫星照片。在中国南方的广州龙穴岛造船厂里面，至少5艘前所未见的特殊驳船正在加速建造。这些驳船每一艘的前端都延伸出一条超过120公尺的超长公路桥面，这个长度比一个足球场还长，可以直接让坦克和装甲车从远洋货船上开到岸边的公路。更加诡异的是，驳船底部还配备了可伸缩的千斤顶支柱，能够在恶劣的海况中稳定自身，形成一座移动式的海上码头。军事分析家们看到这个设计之后，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一个词语，那就是诺曼底。没错，诺曼底。回到二战时期，盟军为了攻打希特勒占领的法国海岸线，在1944年6月6日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但当时盟军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法国沿岸的港口全部被德军炸毁或者重兵防守，根本无法靠岸卸货。你想想看，几十万大军冲上去了，可是后续的坦克、弹药、燃料、食物全都上不了岸，那不是等着被反推回海里吗？于是英国工程师们发明了一种叫做桑葚港的浮动临时码头，把整座港口拖过英吉利海峡，搭建在诺曼底海滩外面。这个构想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英国人硬是把它给做出来了。正是这种浮动港口，让盟军在登陆后的头3个星期内，成功运送了85万名士兵、48.5万吨补给品和15.3万辆军车上岸。可以这么说，没有桑葚港，就没有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就没有二战的最终胜利。而如今中国建造的这些两栖驳船，其设计概念与当年的桑葚港惊人的相似，更准确地说，它是桑葚港的现代升级版。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军事历史学家在分析后指出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这种高度专业化的登陆驳船历史上从来不会闲着没事建造，它们造价极其昂贵，每艘的成本可能高达数亿美元，而且在和平时期几乎没有任何民用价值。更关键的是，当年桑葚港从开始生产到投入诺曼底作战，仅仅间隔了1年。这位历史学家语重心长地说，这也是为了确保他们在需要使用的时候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驳船只有一个用途，就是大规模的两栖突击作战，而他们最可能的目标，毫无疑问，就是130公里外的台湾。这下子全世界都紧张了。美国国防部在2024年底发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明确提到中国正在大规模建造所谓军民两用的滚装渡轮。所谓滚装渡轮，就是那种车辆可以直接开上去开下来的大型渡船。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民用滚装船队，而这些船只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军事用途，
可以在战时快速从民用转为军用，装载坦克和装甲车直接开往对岸。报告还特别指出，虽然解放军海军目前拥有的传统登陆舰艇数量可能不足以单独支撑一场全面入侵台湾的作战，但北京显然认为，通过民用船只的大量征用，加上这些新型驳船的配合使用，已经可以弥补这个差距。而更加可怕的是，这些驳船的存在彻底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台湾防御规划的一个基本假设。以往军事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台湾岛周边适合大规模两栖登陆的海滩数量非常有限，而这些少数几个滩头阵地都已经被台湾军方重兵防守，布满了地雷、反坦克障碍物和火力点。但这些超长桥面的新型驳船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它们可以跨越礁石、软泥和各种不适合传统登陆的海岸地形，直接将重型装备送到岸上的公路上面。这意味着中共军队不再需要抢攻那几个大家都知道的滩头阵地，而是可以在任何出人意料的地点建立滩头堡。台湾辛苦构建的海滩防御体系可能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大部分意义。海军新闻的独立分析师萨顿在看到卫星图像后感叹道：“我讨厌自己是对的。”他早在2025年1月就预测了这种入侵驳船的出现，而后续的卫星图像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到了2025年3月，事态进一步升级，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流出了一段后来被火速删除的影片，显示3艘驳船在中国南方海域的湛江南三岛进行了首次海上试验。影片中可以清楚看到，这3艘驳船通过千斤顶支柱稳稳地架设在浅水海域中，前方的超长桥面一路延伸到沙滩之外的公路上面，3艘驳船首尾相连，形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登陆通道。坦克可以从停泊在深水区的货船上开出来，一路通过驳船桥面，直接开上岸边的马路。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中用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大标题：中国为对台第一日行动打造的特种船只画面曝光。而海军新闻随后发布了更加详尽的技术分析文章，标题叫做《通往台湾的阶梯》。光是这个标题就足以让人夜不能寐。而且这些驳船的试验地点也很有讲究，湛江距离广州超过200海里，这些驳船是自己航行过去的还是被拖过去的，目前尚不清楚。但不管哪种方式，都证明了他们具备远洋部署的能力。要知道，台湾海峡最窄处也就130公里左右，而湛江到南三岛的距离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换句话说，如果这些驳船能顺利抵达南三岛并完成海试，那他们穿越台湾海峡更是不在话下。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头再看看历史上的诺曼底登陆，因为这个比较绝对不是军事分析家随便乱说的。诺曼底登陆成功了，但代价极其惨烈。即便盟军拥有几乎完全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即便他们为登陆日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周密准备，第一天仍然有超过4400名盟军士兵阵亡，更多人受伤。而且登陆行动好几次差点就要失败了，有些滩头的部队被德军压制的几乎要撤退，成功靠的是巨大的牺牲、高超的指挥技巧，以及不可否认的一点运气。那么中国如果试图对台湾发动类似的登陆作战呢？台湾海峡的平均宽度大约180公里，比英吉利海峡宽了好几倍。台湾西海岸的潮汐和天气条件非常复杂，每年真正适合大规模两栖登陆的天气窗口只有2到3个月。台湾的中央山脉从北到南纵贯全岛，最高峰接近4000公尺，这意味着就算你登陆成功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在崇山峻岭中进行残酷的城市战和山地战。而台湾军方近年来大力发展的不对称防御战略，就是专门针对这种情境设计的。大量的反舰飞弹、水雷、岸基机动飞弹发射车，加上台湾自行研发的雄风系列巡弋飞弹和万箭弹等武器系统，都是为了让任何企图横渡海峡的舰队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美国的 CSIS 智库在2023年进行的台海兵棋推演中就发现，即使在中国胜利的情境下，解放军的损失也是惊人的，可能包括数十艘大型军舰和数百架战斗机。这不是打赢打输的问题，而是就算打赢了，你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代价的问题。好了，军事情报的部分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整件事最诡异的部分，就是全世界那些通灵师们的预言。你可能会说，
预言这种东西怎么能当真？但等你听完就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互不相识、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通灵师，竟然几乎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而且其中好几位的过往预言记录确实让人头皮发麻。先说最有名的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在1996年去世的传奇预言家，从12岁失明之后就开始展现预言能力。他据说曾精准命中了911事件、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英国2022年的毁灭性洪水。他的预言以隐晦的预言式语言记录下来，需要后人解读。而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他针对2026年留下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其中最令人担忧的一条，就是他预见中国将接管台湾。龙婆还预言这场区域冲突将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直接且剧烈的对抗，最终甚至可能演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与军事冲突同步到来的，还有毁灭性的全球金融海啸。预言暗示全球经济体系将面临瓦解，货币价值归零，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模式。光是听到这里就已经够吓人了。但龙婆的预言还没完，他还预言2026年将发生多起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包括大规模地震与火山爆发的连锁反应，加上极端天气，全球约 8% 的地区会遭受严重影响。更加玄幻的是，他还预测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智慧生命取得接触，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好吧，这个我们就先放一边，回到台湾的话题。听完龙婆的预言，你是不是觉得天都快塌了？别急，因为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通灵师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而正是这个结局构成了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最精彩的大反转。他叫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英国人，被媒体称为末日先知，也有人叫他新诺查丹马斯。帕克从事通灵预言工作已经超过30年了，据称精准命中了新冠疫情的爆发、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的去世。他的预言方式非常独特，不仅依靠自身的灵媒直觉能力，还会参考来自印度南方泰米尔纳德邦的古老纳迪叶手稿。什么是纳迪叶？这可能是全世界最神秘的预言系统了。纳迪叶是一种据称由数千年前的印度圣贤们通过深度冥想和神圣感应，用棕榈叶记录下来的预言文献。最著名的圣贤包括阿加斯蒂亚、苏克拉和考西卡等。每一片叶子上都用古泰米尔语写着某个特定灵魂的命运细节，包括这个人的名字、父母的名字、家庭背景、职业经历、婚姻状况、一生的重大事件，甚至未来的命运走向和灵修建议。当你去找纳迪叶解读师的时候，他会先取你的拇指指纹，右手男左手女，然后根据指纹的纹路去寻找对应你的那片叶子。如果找到了，解读师就会用古泰米尔语朗读叶子上的内容，然后翻译给你听。听起来很玄，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但帕克说他和太太珍妮亲自去了印度，找到了纳迪叶的解读师来验证，结果让他们震惊不已。叶子上记载的关于他们过去的种种事件，居然与现实完全吻合，包括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快忘记的细节。帕克从此成为了纳迪叶的坚定信仰者，并且开始将纳迪叶的预言信息融入他自己的通灵预测中。那么帕克对2026年到底怎么说的呢？注意，这就是故事大反转的地方。帕克在2025年底发布的2026年全球预言影片中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判断。首先，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他说2026年的中国农历新年是赤马年，而在中国古代预言传统中，赤马年往往与战争、动荡和政权更替联系在一起。所谓赤马红羊，是古人用来形容天下大乱年份的说法。帕克说他看到的灾难景象与这个赤马年的寓意高度吻合，他认为这绝非巧合。接着他明确指出2026年3月将是高度敏感的时期，他预测台湾海峡可能出现一起军事摩擦事件，具体来说可能是飞机或者潜艇的碰撞事故，进而引发严重的紧张对峙，日本也会被直接卷入其中。听到这里，你可能想说，完了，跟龙婆说的不是差不多吗？
台湾要出大事了。但帕克紧接着就丢出了那个惊天反转，他的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在这场冲突中，台湾不会被并吞。不仅如此，帕克更进一步预言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结局。他说，这场冲突的最终结果不是台湾被中国吞掉，反而是中国自身受到致命的重创。他看到中国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习近平的权力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能被迫淡出权力核心。帕克用了一个非常生动而震撼的比喻来形容中共政权即将面临的命运。他说，那就像是冰川式崩塌。你看那些巨大的冰川，一开始只是表面出现了几道不起眼的裂缝，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裂缝会慢慢扩大，从表面延伸到深层，然后某一天，毫无预警地，整座冰川就轰的一声崩塌了。而且一旦崩塌，就完全不可逆转。帕克说，这就是他看到的中共政权的未来。他甚至更加大胆的预言，崩塌之后的中国将分裂成许多个较小的国家或政治实体，最终形成类似欧盟那样的邦联式民主体制，各个地区之间边境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贸易和往来。帕克非常明确地说，2026年就是中共崩解的关键转折点，裂缝就在今年出现。等一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龙婆说中国会接管台湾引发三战，帕克却说中国会因为对台湾的冒险行为而自我崩塌。这两个预言不是完全矛盾吗？到底谁说的对？其实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他们说的可能并不完全矛盾，而是看到了同一个事件的不同阶段。有一种可能的解读是这样的，中共确实会对台湾发动某种形式的军事挑衅，可能是帕克说的碰撞事件，也可能是更大规模的军事封锁或者试探性攻击。龙婆看到的接管台湾的企图，指的就是这个阶段，但这场冒险行动最终不会成功，因为它立刻触发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国的强力介入和全面制裁。这场失败的军事冒险反而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爆了中国国内早已暗流涌动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不满，最终导致中共政权的瓦解。帕克看到的冰川式崩塌指的就是这个阶段。换句话说，台湾确实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但最终安全度过，而中共却因为自己的鲁莽冒险付出了毁灭性的代价。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位重量级的预言者，来自印度的纳迪叶解读师维尼塔·杜拜潘德。维尼塔是帕克的长期合作伙伴，他根据自己独立解读的多片纳迪叶提供了更多的补充细节。维尼塔说，他从纳迪叶中看到，未来几年全球确实会有战争爆发，而且战争可能与宗教因素有关，涉及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战争将带来死亡和破坏，伊朗和俄罗斯会在幕后推波助澜。但对于台湾本身的命运，维尼塔的解读比较乐观。他说，台湾在2028到2029年之间可能遭遇海啸，但特别强调不会是毁灭性的。换言之，维尼塔的纳迪叶解读似乎也在暗示台湾会经历危险和考验，但不会被摧毁，不会从地图上消失。更有意思的是，维尼塔还提到了一个格局更加宏大的预言。他说，纳迪叶清楚地显示，在这场全球动荡之中，有5个国家会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分别是掌管海洋之国美国、龙之国中国、雪域之国俄罗斯、点燃佛灯之国印度以及帝国废墟的守夜人欧洲。而在这5者之中，有一个国家的整个政治体系会彻底瓦解，国家全面崩溃，面临从零开始的重启。维尼塔没有直接点名是哪个国家，但结合帕克的冰川式崩塌预言来看，目前全世界大多数解读者都倾向于认为，那个政治体系瓦解的国家就是龙之国中国。好了，通灵师们惊悚又离奇的预言暂时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些全都是荒诞不经的胡说八道，对不对？但有趣的是，我们还没提到另一位重要的美国通灵师，洛杉矶的朱迪·海文利，他也发布了2026年的预言，而他的说法恰好提供了一个折中的版本。朱迪预测中国的海空军力量确实会在2026年增加对台湾周边的巡逻频率，不断测试台湾的防御底线。但他同时明确指出，特别是在川普执政时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很低。他还预测，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双方会建立重要的合作关系。
这个预言暗示的是一种紧张但可控的台海局势，既不是龙婆所说的全面战争，也不完全是帕克所预见的崩塌大戏，而是一种长期的高压灰色对峙状态。那没关系，让我们暂时放下水晶球和棕榈叶，回到冷冰冰的现实世界，看看军事专家和情报机构到底怎么说。首先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2026年3月刚刚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白纸黑字写道，情报界评估认为，中国领导人目前并没有计划在2027年对台湾发动入侵，也没有设定实现统一的固定时间表。这份报告直接反驳了过去6年来一直在华盛顿政策圈疯狂流传的所谓戴维森窗口理论。同时，报告评估北京必须在2049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民族复兴的目标。什么是戴维森窗口？故事要从2021年说起。那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的菲利普·戴维森上将，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他说，北京已经设定了一个严肃的目标，要在2027年之前控制台湾。他还说，台湾显然是他们在那之前的野心之一。我认为这个威胁在这个10年内就会显现，事实上就在未来6年之内。这番证词在华盛顿引发了地震般的震荡，他后来被称为戴维森窗口，深刻影响了美国国会此后数年的军事拨款决策。仅在1年之内，国会就为新成立的太平洋威慑倡议授权了71亿美元的预算。2024年，另一位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将也附和了这一说法，在国会卸任听证会上宣称，所有迹象都表明，解放军正在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准备在2027年之前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但2026年的最新情报评估却说，且慢，事情不是这样的。北京确实希望解放军做好准备，但具备入侵能力和真的要入侵是两回事。情报界认为，北京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追求军事统一方案时，美国是否会直接军事介入，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后果。那为什么戴维森窗口很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被严重夸大的呢？专家们指出了好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军方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腐大清洗。过去几年，多名高级将领和国防官员被免职甚至逮捕，包括火箭军的多位主官。这场清洗的规模之大，连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感到震惊。一支正在进行大规模内部肃清的军队，其指挥链的完整性、各级军官之间的信任度以及整体的作战士气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你很难想象这样一支军队，同时还能高效地策划和执行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跨海2栖登陆作战行动。第二个原因，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多重严峻的结构性挑战。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余波仍在持续，国内消费长期疲软，提振不起来，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堆积如山，随时可能爆雷。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急剧下降带来的长期衰退压力，历史上中共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一直建立在持续提升民众生活水平这个隐性契约之上。一场大规模的台海战争不仅要花费数万亿美元的直接军费开支，还会招来全球制裁，导致外贸和投资断崖式下跌。这对已经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来说，简直就是自杀式行为。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多国介入的强大威慑效应，这才是今天整个故事里面最让人感到安心的核心部分，也是为什么帕克的反转预言可能比龙婆的末日预言更加接近真实的原因。让我们好好看一看，如果台海真的爆发全面冲突，到底有哪些国家会站出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日本，在所有美国盟友当中，日本是对台湾防御最关键的单一国家。原因非常简单而直接，日本的西南诸岛链从九州南端的种子岛开始，经过乌九岛、奄美大岛、冲绳，一直延伸到距离台湾仅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构成了所谓第一岛链的核心地理环节。美军在日本拥有大量军事基地设施，包括冲绳的加手纳空军基地、佐世保海军基地、横须贺第7舰队母港等等。更加重要的是，
东京和华盛顿近年来已经开始在日本西南诸岛进行越来越频繁的双边军事演习，美军也开始在这些岛屿上轮换部署兵力和反舰飞弹系统。日本自卫队则在那里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和预制军事补给品。日本近年更是将国防预算提升到了历史性的高水平，并发布了明确以台湾为战略规划核心的国防战略文件。日本为什么这么拼命？因为日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清楚地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台湾落入中共手中，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就会被彻底掐断。台湾海峡是日本石油、天然气和各种战略物资进口的必经之路，全日本超过 80% 的能源供应都要经过这片海域。台湾一旦易手，日本就会在地理战略上被中国形成的弧形包围圈给死死困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说过一句后来被全世界广泛引用的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这句话不是客套的外交辞令，这是冷酷的地缘政治现实。然后是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之一，澳大利亚已经通过2021年宣布的 AUKUS 协议，也就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将自己深度绑定在了印太安全架构的最前线。AUKUS 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向澳大利亚转让核动力攻击潜艇技术和舰艇，虽然这些潜艇要到2030年代中期才能全部交付到位，但 AUKUS 发出的战略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三个强大的英语系国家手拉手联盟，准备在印太地区全力对抗中国的军事扩张。美国国务院的2号人物甚至在2024年公开将 AUKUS 潜艇计划与遏阻中国对台湾的任何军事冒险直接挂钩，这在外交语言中已经算是非常直白的表态了。再看菲律宾，菲律宾的地理位置让它天然就成为台海冲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角色。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距离台湾南端仅200多公里，美国和菲律宾已经签署了强化防御合作协议，扩大了美军可以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数量。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方更是在2024年举行了历史性的首次三边领导人峰会，之后又进行了首次三边人道主义救灾桌上推演。这种三边合作机制看起来好像只是在练习救灾，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它的真正目的是为台海危机时刻建立起一套多国协调联动的指挥和后勤体系。甚至连远在大西洋那边的欧洲北约成员国，虽然确实不太可能直接出兵参战，但在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方面也绝对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俄乌战争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西方国家联手实施全面制裁时的惊人破坏力。俄罗斯的经济被制裁搞得满目疮痍，而中国经济对全球贸易的依赖程度比俄罗斯高出不知道多少倍。如果中共冒险攻台，等待它的将是比俄罗斯所遭受的制裁严厉10倍甚至100倍的全面经济惩罚。光是被切断与西方金融体系的联系这一条，就足以让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瞬间休克。美国国防部在2026年发布的最新版国防战略中，更是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步调挑战，也就是美国军事现代化的首要参照对手。战略文件明确要求美军沿着第一岛链构建、部署和维持强大的拒止防御态势。所谓拒止防御，就是我不一定要打败你，但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你打不过来。从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直到印尼的整条岛链，都将成为阻止中国向更广阔太平洋投射军事力量的坚固地理屏障。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整幅图景的全貌。一方面，中共确实在疯狂备战，那些诺曼底式的2栖驳船绝非儿戏，那是真金白银花下去的战争准备。解放军拥有超过200万现役军人，而台湾只有大约17万。中国2025年的国防预算高达2470亿美元，而台湾即便在大幅增加 16% 之后，2026年的国防预算也才刚过310亿美元。两边的军力差距之大，令人窒息。但另一方面，这场潜在的战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中国对台湾一个小岛的战争，它将是中国对半个世界的战争。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可能还有韩国和印度，再加上美国本身以及它的全部全球军事基地网络，就算完全不谈直接的军事介入，光是全面的经济制裁、技术封锁和金融切割，就足以让已经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彻底崩盘。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通灵师的预言表面上听起来彼此矛盾，但深层逻辑可能是相通的。盲眼龙婆看到了中国接管台湾的企图，这个企图千真万确的存在，那些驳传就是铁证。但帕克看到了这个企图的最终结局，那就是失败和自我崩塌。而美国情报界的评估也在用另一种语言暗示同样的结论。中共领导人自己可能也心知肚明，这场豪赌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军事准备不断升级的同时，北京仍然选择以灰色地带行动取代全面战争。频繁的军演、无人机闯入台湾领空、大规模的认知战和假消息攻势、经济施压和外交孤立，这些都是代价相对可控的胁迫手段，目的是在不触发全面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逐步消磨台湾社会的意志和抵抗决心。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资深分析师在2026年初的深度分析中指出，习近平在做出是否对台动武的最终决策时，需要综合考虑至少7个关键因素：解放军的实战准备程度、军队高层领导的可靠性和忠诚度、美国可能做出的军事反应、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台湾自身的军事和民防准备水平、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问题，以及更广泛的全球政治和经济背景。分析师的结论是，目前这7个因素中没有任何一个明确支持在近期内动用武力犯台。这也正好呼应了印度神童阿南德的说法。阿南德在他的2026年预言影片中表示，2026年将是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捩点，不是因为战争一定会在今年爆发，而是因为在这一年，所有的力量和矛盾都将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台湾海峡的上空剧烈碰撞。中国的统一野心、美国的遏制战略、日本的军事觉醒、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战略选择、台湾自身面对命运的态度。阿南德特别点明中国是高风险国家，直言中国将面临重大问题。他提醒大家要特别关注3个危险时间点，分别是4月下半月、7月24日前后的那段时间，以及11月中旬左右。但阿南德同时也说了另一番让人看到希望的话。他说2026年除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也可能是医学、数学和科学取得重大进步的一年。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形容，他说这将是相当精彩的一年，会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祸福相依的道理，阿南德也是懂的。帕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虽然预言了动荡和冲突，但他同时坚定不移地相信，一场全球性的大觉醒即将到来。他说的原话是，一个世界正在崩塌的同时，另一个世界正在崛起。许多境界很高、心灵觉悟的人会在这个时代出现，他们是拥有超能力的觉悟者，就像佛陀或者圣人那样的存在。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场全球性的心灵觉醒即将席卷而来。帕克甚至充满感情地说，我们非常幸运能出生在这个历史时期，因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心灵上的启悟，觉醒的我们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耀。好了，让我最后做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总结。台湾到底安不安全？从目前所有可信的军事情报、专业分析和预测市场数据综合来看，2026年到2027年之间，中国发动全面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全球最大的预测市场平台上，真金白银押注的交易者们给出了大约 90% 的概率，认为中国不会在2026年底之前发动入侵。这个平台上有超过1290万美元的真金白银在押注这个问题，所以这些数字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每一个交易者用自己的钱包在表态。到2026年6月底之前，入侵的概率更是低到只有 5% 左右。美国情报界在最新报告中也正式否定了所谓2027年固定侵台时间表的说法。美国海军研究所在报道中引用了解放军追踪组织创始人的分析，认为这份报告延续了美国情报界一贯的评估立场，即中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没有固定的武统时间表，但同时也在努力建设具备入侵台湾和击败美军干预能力的军事力量。但是可能性低，绝对不等于风险为零。那些两栖驳船是真实存在的，解放军每隔几个月就要对台湾实施一次大规模围岛军演也是真实存在的。
灰色地带行动正在加速常态化，更是不争的事实。台湾的命理师蔡尚基在2025年底发表的2026年预言中就指出，美中对抗在2026年将进入最紧绷的阶段，经贸、科技和军事全面对弈。台海虽然不至于立即爆发全面战争，但将长期处于准战争状态，军演、飞弹、试射、认知作战都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蔡尚基同时也指出，正因为台湾在人工智慧、半导体和无人化技术领域的核心地位，台湾有事已经等同于全球经济危机。这既是台湾面临的风险，同时也是台湾最大的安全保障。因为没有人承担得起台湾半导体产业停摆的代价，包括中国自己。你可能不知道，台积电一家公司就生产了全世界超过 60% 的先进半导体晶片，而最尖端的制程技术更是接近垄断地位。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开的车，甚至全世界的军事系统和人工智慧数据中心，几乎全都离不开台湾生产的晶片。如果台湾因为战争而停摆，不是某一个国家受损，而是整个人类的数位文明都会陷入瘫痪。这就是为什么外交事务杂志在2026年2月的一篇重磅分析文章中，用了一个非常耸动的标题，叫做台湾的完美风暴。文章指出，过去1年中国对台湾统一议题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加激进和不可商量。但文章同时也强调，正是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对全球经济的极端重要性，任何破坏台湾稳定的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全世界的一致反对。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中国越是需要先进晶片来发展自己的人工智慧和军事技术，它就越不能冒险摧毁台湾的半导体工厂。但中国越是觊觎台湾的半导体技术，想要据为己有，它对台湾动武的动机就越强。这个矛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只要这个平衡不被打破，台湾就是相对安全的。而台湾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依然保持安全，关键因素有3个。第一，台湾自身不断强化的防御准备，包括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加速采购美国先进武器、发展不对称防御战略，以及通过额外的特别国防预算来支撑长期的军事现代化。第二，多国介入形成的集体威慑网络，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美国以及更广泛的 AUKUS 和4方安全对话机制已经织成了一张越来越严密的安全大网。任何对台湾的军事攻击都不会只是中国对台湾的双边冲突，而是中国对半个世界的全面对抗。第三，中国自身的经济困境和内部问题。习近平不是疯子，他非常清楚，一场失败的台海战争不仅会终结他个人的政治生涯，还可能终结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在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房地产危机迟迟看不到尽头、人口加速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发动一场注定遭到全球制裁和经济孤立的大规模战争，无异于政治自杀。所以最后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通灵师们，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也许他们看到的不是某一天某一刻具体会发生的坦克上滩和炮火连天，他们看到的是一种更深层的历史趋势和命运能量的流动。龙婆看到了冲突的阴影，那是因为冲突的种子确确实实已经种下。那些驳船，那些军演，那些越来越激烈的外交对抗就是证据。帕克看到了崩塌和新生，那是因为旧秩序确实正在动摇松动，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艰难但不可阻挡地破土而出。阿南德看到了400年一遇的转捩点，那是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站在了一个人类历史的重大十字路口上。但所有这些通灵师不约而同地传达了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最终的结局并非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纳迪叶的核心教导一直在强调，未来是可以通过个人的选择和集体的行动来改变的。帕克反复说过，他公开分享这些预言的目的不是散播恐惧和焦虑，而是鼓励全世界的人们发送正面的思念和祈祷，用集体的善意和觉醒来减轻灾难的冲击。维尼塔也温暖地说过，未来是光明的，大家不需要担心，因为在一个世界崩塌的废墟之上，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悄然崛起。台湾人自己又是怎么看这一切的呢？也许最好的态度就是那句流传已久的老话，准备最坏的，期待最好的。
不要被那些末日预言吓得六神无主，但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此松懈。这座小岛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太多次被人预言即将灭亡的时刻，结果每一次都挺了过来，而且每一次都活得比那些悲观预言家们想象的更好更强。也许这就是台湾最强大的真正能力，不是军事力量，不是经济奇迹，而是那种在风暴的正中心依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和坚韧意志的精神力量。最后让我引用帕克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内容，他说，如果你渴望去天堂，天堂就在你心里，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最终归于神。要是我们都用这样的心态去看问题，一切都会豁然开朗。战争、灾难，对于觉醒的我们来讲，都只是旅途中的风景而已。